美国新的驻华大使真说过中国没朋友吗？而美国媒体又说德国对华态度可能要改变了。未来我们能不能够赢得一场影响力的大规模战争？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最近呢，被美国提名担任下一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这个伯恩斯，最近说了几句话。说的呢，在咱们解读看来啊，有点狂。不过说这话背后的现象还挺值得我们琢磨的。根据新闻报道，伯恩斯这个人呢，是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参加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的时候，也就说白了，面试的时候嘛，就是让你去中国当这个外交项目经理，你说说看吧，你有什么优势，打算怎么干？这个伯恩斯就说好办呢。我看中国那事儿比较熟，如掌上观文一般。我们跟中国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气候啊、打击贩毒等等等等。然后参议院的议员们就说：“没问你这个，谁跟你说合作的事儿了？我们问你，你去了中国怎么跟中国对抗竞争？你对中国要是不强硬，我们凭什么让你去中国当大使？”然后伯恩斯就回答这个问题吧，只能顺着说呀，说这个新疆、西藏的事儿呢，我们可以继续讲。台湾问题呢，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中国。你要是不想让中国大陆打台湾，那么一个中国就必须做到位。后来呢，还说了一句话，意思是说中国有些短板，美国可以利用。比如说中国外交，他认为不成熟，中国的表现呢，表达方式呢，容易咄咄逼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逆反情绪。而美国的影响力大，可以召集很多朋友，所以中国这些个表达方式啊，中国的咄咄逼人呢，对美国反而是大好事。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在联合国大会上，那个美国拉了几十个国家抨击中国，中国呢身边马上站出来80多个国家帮助中国反击美国。所以说，谁说中国没有朋友呢？但是我们有时候也真觉得伯恩斯这样的政治人物有时候也挺可怜的。以前一直公认他是对华的温和派人物，结果到了国会，面对参议员们，也要低眉顺眼，顺着参议员的话说，才能捞到一官半职。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美国媒体最近的评估说，德国在欧洲啊，一直是比较平等对待中美两国的，是欧洲面对中国影响力的一个大门。而总理默克尔呢，虽然不是什么事儿都顺着中国的意思，但是他的公平态度就让中国政府非常欣赏、非常信任这个德国领导人。而默克尔离开政坛的时候，中国政府也是表示了对默克尔的高度赞扬，甚至还谈到了可以一起去吃麻辣烫嘛。但是呢，新总理上台以后会怎么样？美国媒体就分析，德国新一届政府里边，执政党联盟有3个党，2个党要求对中国更强硬。新总理虽然一直在德国国内被认为是亲华势力，但是能不能够对抗国内的反华舆论，这就是个问题了。而在德国国内，比如汉堡这样的城市里边，很多商人态度是非常支持，希望加入“一带一路”。但是加入“一带一路”，国内民间呢，这个右翼势力就会对这些企业进行压制和打击。而且这些支持中国的企业也说了，希望中国能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措施，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那么几件事综合起来说明什么？中国在外交上并不是没有朋友，可以很多，但是这一点不够。有一个战场，我们平时在舆论战、媒体上基本没有谈到。有些人认为这事儿根本就不重要，其实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就是针对别的国家民间的影响力战场。我们原来那么多舆论战是发言人对发言人，政府对政府，双方高层对着打擂台。但是我们跟其他很多国家民间发展的关系啊，严重的不足。而民间的关系好坏，才是我们制约其他国家政府能不能够随意采取反华行动的有力工具。如果民间舆论这个阵地丢了，对我们也是极其不利的。我们这很多人呢，平时一说都知道要搞合纵连横，要分化瓦解对手。但是合纵连横不是空洞口号，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到宏观层面，没有具体落实的办法，也不能够一边喊着我们要合纵连横，要分化瓦解对手，一方面还嚷嚷着美国、欧洲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句话能信，没有一句话能听。其实这都不是合纵连横该有的思路了。
那么我们说的合纵连横或者分化对手应该是无处不在的。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民意、媒体，我们都要学会去分化，去甄别其态度，然后选择合作的伙伴去团结，让更多的人，不管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成为帮我们仗义直言的人。如果有人觉得这事儿根本不可能，对不起，那你就是对中国的文化毫无信心。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靠这些细微的工作积累起来，改善我们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这很类似我们当年的农村包围城市，刚开始可能会非常辛苦，但是你不做一定会输。否则，你光靠这个外交舆论场的反对和口头抗议，不可能让对方放弃任何反华言论。这肯定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也是很艰巨的挑战，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回避，必须要去做。我们衡量外交工作的成败，唯一标准就是看支持我们的国家和一个国家里边支持我们的人是不是逐渐变得越来越多了。好，关于德国和美国的舆论，我们应该如何去争取？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